到底是三角洲最严厉的父亲，还是 EA 端上来了一坨大的？一个视频带你看完《战地6单人战役》到底讲了个什么故事？在2020年代的尾声，世界秩序开始崩塌，各国不再信任国际联盟，纷纷脱离原有的全球体系，转而寻求独立的安全保障与自我生存方式。就在这场巨变中，一个名为和平军团的私人军事巨头崛起了。他们凭借混乱的局势迅速壮大，夺下了各国的安保合约，从幕后走向前台，成为新的战争力量。而在2027年，格鲁吉亚成为全世界的焦点，因为北约驻军即将撤离，他们的任务将由和平军团全面接管。而你所操控的主角是一名名为迪伦·墨菲的高级中士。在撤离前，你们不仅要完成与和平军团的军事交接，还肩负着一项特殊任务：安全转移并保护一台绝密的进攻性网络作战服务器。但就在行动进行之际，和平军团突然发动袭击，爆炸从天而降，北约基地瞬间陷入火海。你与队友在混乱中反击，穿过硝烟与坠毁的建筑，终于登上了一辆装甲车撤离。尽管遭遇伏击，任务目标依然不变，那台服务器绝不能落入敌手。经过一番激烈的追击与空中支援后，你们意识到服务器所在的据点已被和平军团彻底控制。为了防止技术外泄，你做出了艰难的决定，摧毁它。最终，在炸毁整栋建筑后，你们乘坐救援直升机离开，但命运并没有放过你们。一枚导弹突然袭来，直接将直升机击毁坠落。废墟中，你们被敌军包围，队友一个接一个倒下。好在友军的支援及时赶到，将你救了下来。只不过令人难过的是，进行此次任务的整个小队就你一人存活。1年后，2028年的秋天，电视新闻正播报着塔吉克斯坦的战乱，而你早已加入了新的小队——匕首小队。你带领队员突入一间偏僻的屋舍，控制了一名女性，而这名女子就是你们的上司米尔斯。她曾是你们信任的指挥官，如今却成了怀疑的焦点。她辩解着说自己并非叛徒，而你则直言不讳地告诉她，和平军团早已找上门来。你想知道她到底与军团有怎样的关系？面对质问，她却是支支吾吾，想要遮掩。游戏的剧情是以倒叙的方式进行，因此这事还得从半年前开始说起。米尔斯指挥下的匕首小队正在执行一项秘密任务，便是夺回被和平军团占领的直布罗陀。玩家在这一段剧情中操作的是一名侦察兵壁虎，与小队长卡特一同空降敌后。随着任务展开，你们通过狙击与突袭协助北约地面部队推进，摧毁敌人的防空炮和哨站，为后续空军清除障碍。随后，主角墨菲登场，他带领另一支分队从海岸突袭。那是一场规模宏大的抢滩战斗，海面上炮火连天，建筑在实时爆炸中不断崩塌。经过艰苦推进，你们与卡特小队会合，直扑敌方的指挥中心，却发现敌军高层早已神秘消失，整个行动都像是被人提前预知了一样。在直布罗陀战役结束后，时间再次回到2028年9月，你们在屋中继续审问米尔斯，质问他当时的和平军团为何能神不知鬼不觉地突袭北约部队。敌人不仅绕开了卫星监控，连最先进的侦测系统都无能为力。你怀疑他们掌握了某种高科技，而米尔斯却似乎对这一切避而不谈。争论还未平息，话题便被拉回到半年前的埃及开罗。那时，埃及与和平军团达成了合作协议，允许他们进驻国内，而米尔斯派遣你们匕首小队执行任务，目标是确认和平军团是否获得了某项来自格鲁吉亚的核心技术。你们的接头人是一名叫塞里姆的情报商，他一边与和平军团交易，一边又向米尔斯兜售机密，典型的两头吃。在混乱的开罗街头，你与队友卡特潜入敌方据点，途中卡特透露了自己与和平军团指挥官金凯德之间的旧事。那是一段早已被战火烧断的友情，两人曾是并肩作战的战友，却因一次任务的牺牲，永远分道扬镳。金凯德失去了队友，也失去了信任。经过一番潜行与交火，你们终于找到了塞里姆，但他早已身受重伤，只在弥留之际留下了一句含糊的遗言，并暗示情报的关键藏在他的手上。你发现他拇指里植入了一个芯片，那是他临死前留给你们的最后线索。随后你们突围撤离，虽然付出了伤员的代价，但仍成功带走了情报。时间再度回到当下，你们继续逼问米尔斯，他说塞里姆就是想要两头吃，一边和和平军团交易，促成了和平军团之后在纽约布鲁克林的行动，一边又将和平军团具备悄无声息渗透能力的情报卖给了米尔斯，最后被和平军团发现，就惨遭灭口。而你们最关心的则是和平军团到底是怎么获得这种技术的。一旁的队友洛佩兹不停翻找着米尔斯的保险柜，想找到一个叫做维列斯计划的文件，却始终没有找到。紧接着，你们聊到了之前的那个布鲁克林行动。时间回到3个月前，纽约布鲁克林正打算举办北约峰会，但从你们在开罗收集到的情报来看，和平军团也已经渗入了布鲁克林。虽然你们警告了总统，但他却毫不在意，以为调来了一艘军舰就可以镇住和平军团的行动。此次你操作的主角名叫卡特，
你们的任务是查清敌方在市区的行动点，由卡特带领的匕首小队迅速突入敌后，一路清理街区中的武装分子，但金凯德始终未露面。最终，你们发现他们的真正目标是利用军舰上的导弹系统对布鲁克林本身发动袭击。时间紧迫，卡特与金凯德通过通讯短暂交锋。金凯德满是怨恨，他认为美国根本就是一只虚伪的怪兽，他想要彻底改变这个世界。没有时间纠缠，你们展开追击。敌人正试图通过地铁将导弹发射装置运出城市，你们在地下展开追车大战。最终，你们引导战机空袭地铁，将整个目标彻底摧毁。然而，仍有部分导弹成功发射，布鲁克林遭到沉重打击。卡特在确认目标被摧毁后，准备登机撤离，结果不出意料，直升机再度被击中坠毁，而卡特你也因直升机坠落的余波坠入江中。幸存下来的卡特被救起后，立刻意识到总统也在危险之中。金凯德的最终目标是刺杀美国总统，他不敢有片刻耽搁。负伤的身躯咬牙再次爬起，带着你们一路向着总统的坐标赶去。在经过激烈的巷战与包围后，你们成功解救总统。最终的对决发生在码头，金凯德出现，与卡特面对面。他控诉过去被背叛的痛苦，揭露了被硫酸灼伤的脸，也象征着被战争吞噬的灵魂。两人激烈交火，结局却令人唏嘘。卡特倒在了金凯德的手下。不过令人意外的是，金凯德再次放过了你，你也因此存活了下来，并成为了匕首小队的指挥官。回到现在，屋中的气氛愈发紧张。新成员赫姆洛克带来消息，和平军团的部队正逼近这栋房子，你们准备迎战，同时不断逼问米尔斯。他辩解自己仍是爱国者，所有行动都是为了保护国家，但在你眼里，他不过是个隐藏极深的叛徒。随后画面回到2020年，埃及，玩家操控当地盟军部队，在北约的支援下清剿残余的和平军团势力。这段剧情虽与主线关联不大，却让世界局势的混乱更加具象化。坦克、爆炸、坠毁的直升机，不断提醒着玩家战争的残酷与可怕。时间继续回到现在，你们在米尔斯的房子里架枪，通过无人机轻松消灭了潜伏而来的和平军团部队。然后你突然开始质问那位新的队友赫姆洛克，你问他当时被米尔斯派来参加你们后续在塔吉克斯坦行动的时候，对和平军团的事情完全一无所知吗？而对方的回答是并不知情，因为他是跟着大部队去往塔吉克斯坦的，米尔斯派他去也只是因为他很能打而已。时间线被拉回到4天前，那也正是塔吉克斯坦行动打响的开端。此时，玩家扮演的是侦察兵壁虎，你们接到了米尔斯下达的命令，而赫姆洛克也在这时正式加入了小队。他告诉你们，北约部队准备对和平军团在塔吉克斯坦的基地发起全面攻势，不过要想顺利推进，首要任务就是摧毁他们的地空导弹网络。于是，你们的首个目标便是找到并摧毁控制这些防空系统的数据节点。在一系列无人机侦察、狙击与爆破后，小队一路推进至水坝下方，成功摧毁了所有数据点。但出乎意料的是，敌方的防空系统很快又重新启动。你们临时决定，既然数据无用，那就干脆直接摧毁整座水坝。随之而来的是一场在水坝上的激烈交火，最终你们摧毁了敌方的对空导弹车，并成功标记了水坝坐标。撤离的瞬间，轰炸机迅速飞来，水坝被彻底摧毁。时间再度切回现在，米尔斯趁你们与和平军团交战的空隙，偷偷下楼打开了一个保险箱。等你们解决完敌人后，也跟随下楼。途中还插入了一段关于长城的对话。壁虎调侃说，长城是唯一能从太空看到的人造建筑。其他队员立刻附和道，其实从太空能看到的建筑有很多，甚至还有一些大坝。不过塔吉克斯坦的再也看不见了。这些闲谈也只是插曲，你们的注意力仍然集中在任务上。米尔斯打开保险箱后，你们发现了一个文件，你意识到这正是你们一直在寻找的关键情报。然而米尔斯突然情绪失控，他怒斥你们根本不了解真相，说这些潜伏在和平军团内部的人其实都是他的部下，他们在暗中从内部瓦解这个组织。你质问他，这些人不就是像金凯德那样的家伙吗？米尔斯，你才是内鬼。正是因为这些人渗透，和平军团才能掌控纳米高能炸药，并在塔吉克斯坦的山脉中引爆出巨大的坑洞。
故事线再次回溯3天前，那是塔吉克斯坦行动的最后阶段，你们与主力部队整装待发，目标是突入和平军团的核心基地，摧毁他们搭载纳米高能弹头的4枚超音速武器。战斗异常惨烈，你们先突破哨站，再在空袭掩护下突入基地外围，展开全面攻势。虽然成功解除2枚导弹发射装置，但仍有1枚导弹在混乱中爆炸，地面部队几乎全军覆没。幸好你们及时进入地堡，得以幸存。随后米尔斯发来最后指令，要你们消灭金凯德。经过一番激烈的战斗，你们终于击中金凯德，但临死前，金凯德却揭露了惊人的真相，他和米尔斯早已相识。他这个反派正是米尔斯一手塑造出来的，和平军团的幕后资助者竟是 CIA。金凯德说自己只是米尔斯的棋子，一旦被利用完就会被清除。他还声称赫姆洛克其实是被安插进你们小队的刺客。米尔斯在通讯里催促你立刻处决金凯德，但你犹豫了。正当你和壁虎决定留他一命时，金凯德突然摸向背后的匕首，赫姆洛克立刻开枪将他击毙。随后他对米尔斯报告，金凯德已被清除。你还没来得及思考赫姆洛克的动机，外头便传来了猛烈的轰炸声。米尔斯显然已经决定要连你们一起除掉。在火海与废墟中，你们拼死突围，抢到一架直升机，成功逃脱。逃亡途中，赫姆洛克表示要回去找米尔斯算账，这也正是故事开头你们潜入米尔斯别墅的原因。现在，米尔斯依旧试图为自己辩解。他说没错，他确实在和平军团内部安插了10几人，这些人只能依靠他生存。金凯德想要的是那份名单，因为他想清除这些潜伏者。壁虎质疑他，那你行李都收拾好了，不是早就打算逃跑？米尔斯回答，那只是随时备用。你继续追问他，那你怎么解释当初呼叫轰炸机想要杀我们的事？米尔斯沉默片刻，说那是他人生中最艰难的决定。你愤怒地指责他挪用公款，建立所谓的和平军团，实则是他私人的军队。米尔斯却辩称，和平军团并非他一人之作，那是美国背后政治势力与军工集团多年筹划的结果。他们需要一个敌人来维系自身的利益与军工体系，而他不过是执行者。在他看来，美国总是要制造一个敌人，以此维持内部的团结与国防预算。他们会把任何反对的势力塑造成威胁，说他们拥有核武，掌握纳米武器，然后再以正义的名义出兵。壁虎对此嗤之以鼻，觉得 CIA 不可能干出这种事。但你却开始动摇，也许金凯德说的都是真的。你认定米尔斯才是真正的内鬼，他杀人灭口只是为了掩盖真相。赫姆洛克也赞同你的看法，他举枪想要当场处决米尔斯。而米尔斯则告诉你说，你肯定是用了赫姆洛克的撤离方案，现在耳机旁应该就有人在指挥你，让你把他带走。但一旦米尔斯被带走，就会被消灭。气氛陷入凝固，你命令队员们全部撤离房间，只留下你和米尔斯对峙。你举起枪，画面瞬间定格，战地6的单人剧情到此结束。这是一个开放式的结局，整段故事其实围绕着2种真相展开。第一种可能，米尔斯确实是北约的叛徒，为了私利扶持和平军团，出卖盟军。第二种可能，米尔斯说的都是真的，他只是美国政治机器的一环，在执行更高层的计划，塑造敌人，维系战争。至于赫姆洛克的身份，他究竟是米尔斯背后的清除者，还是另有立场，仍是未解之谜。感谢各位的耐心观看，我是石林，我们下期再见。Move decisive. Dagger on my 6. Send it. And I hope that you die. And your death will come soon. I'll follow your casket by the pale